上海女孩嫁到台灣，卻意外罹患了乳腺癌，健保制度的選擇成了關鍵。上海與台灣對比，哪個更適合？帶你了解上海女孩的真實故事。大家好，歡迎來到文昭談古論今。在 YouTube 上有大量把台灣和中國大陸相比較的影片，但是這種比較時常有些問題，因為中國是個地區差異極大的國家，把台灣和中國大陸整體比較顯然是不合適的，或者是對台灣不公平，或者是對中國的某些省不公平。那我們今天就從醫療保險這一個角度，從一個真實的故事出發，把台灣和上海對比一下。小雨是一位26歲的上海女孩，在嫁到台灣之前，她一直為自己是一位魔都人感到驕傲和自豪。對她來說，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是香污泥。大上海自然是什麼都好，這裡有紙醉金迷的十里洋場，這裡的燈光比其他任何地方更為璀璨，夜色也更加迷人。黄浦江的水滔滔東流，見證了小泥灘、黄浦灘的蛻變，從當年的租界到後來名聞天下的外灘。浦東這個曾經的荒郊野地，也變成了今天上海的繁華天際線。高速列車呼嘯而過，地鐵在地下支撐了網，光陰荏苒，上海人什麼大風浪沒見過，眼睛都不眨一下。可是千算萬算，小雨萬萬沒有想到，她為了愛情遠嫁台灣，更沒有想到她在台灣的新生活才開始不久，居然被診斷出了患有乳腺癌。她是哭着喊着想要回上海治療。為什麼一定要回上海呢？因為小雨在中國的時候，曾經在抖音上看到有在大陸的台灣人吐槽台灣的健保制度，有人說甚至剪掉了自己的台灣健保卡。那這就讓小雨覺得，上海雖然沒有像台灣那樣的全民健保系統，但一定是有原因的啊。也許是上海人太多，也許是上海市政府不如台灣有錢，但是毫無疑問，他覺得上海的醫保系統和這座城市一樣，應該是最好的。人在台灣，心在上海的小雨對未來充滿了恐懼。才26歲的她，希望自己能夠戰勝癌症，健健康康地活下去。小雨和遠在上海的娘家人以及在台灣的婆家人商量着，權衡着利弊得失。那麼小雨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呢？是回上海治療，還是留在台灣呢？大家可以在留言當中為小雨出出主意。我們先來幫小雨看一看上海和台灣這兩個地方的醫療保險制度，從設計的層面哪一個更好？從稱呼上來看，台灣稱之為健保，而上海稱之為醫保。上海的醫保制度是附屬於整個中國龐大的醫療保險系統的。上海的醫保制度和其他中國的城市一樣，主要分為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也就是上班族的醫保，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這兩大部分。後面這一部分在實際中所覆蓋的主要人群是沒有雇主的，但是有上海戶口的個人以及在上海就讀的大學生。根據中國現行的醫保制度，職工医保的參保人，他们的雇主需要向政府管理下的醫療保險統籌基金繳納費用，數額呢是相當於參保人工資的 9.8%。這些繳費當中的1/3會轉入參保人的個人賬戶，用於一般看病時候的醫院掛號費和買藥的自付額部分，其餘2/3則是用於支付住院治療等等相關費用。如果還有不足的話呢，就由地方財政補貼。這套看起來還算是完善的制度，近年來卻受到了很多的質疑。由於地方政府面臨財政危機，相應醫保制度也進行了改革，就減少了劃入個人醫保賬戶裡的金額。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人數，1年之內是下降了2500萬人。2500萬這個數字，在中國10億以上的人口規模裡面看呢，好像不太多。但是比起上海市常住人口的2400萬，就多出了100萬，也比台灣的2300万人多出了200万。这麼一比較，就顯得非常多了。What？ 此外，還有提高醫保支付門檻金額的問題。這也就意味着，在中國，民眾要更多的自掏腰包，要自付更多的看病錢了。根據報道，現在中國的退休人士每年的藥費和去醫院看病的門診費需要超過500元人民幣，
超出的部分才能夠由醫保統籌基金來支付。在職職工呢，這個門檻則是要超過每年700元人民幣。此外，中國的醫療保險還設有封頂線，也就是超過了一定數額之上的部分，醫保就不再支付了。至於這個頂在哪兒呢？標準是根據各個地方政府的規定而異的，省份之間差異就很大。比如上海市職工醫療保險的封頂線是57萬元，超出的部分呢仍然可報銷80%。四川省的這個封頂線就低多了，只有10萬元，而成都則是按照收入標準的6倍來調整封頂線，而甘肅省的封頂線更低，只有4萬元。雖然佔了參保總人數25%的職工醫療保險，它的保障程度近年來有所消減，但是他們仍屬於醫保人群當中待遇比較好的一群。那剩下的75%，絕大部分的中國民眾使用的是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它是合併了原來所謂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所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而成的。城鄉居民醫保的參保人就慘一些，他們沒有個人賬戶，全部繳費進入統籌賬戶。請問啥叫統籌呢？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集體戶，參保者人人有份，但是個人都不能夠支配，誰得了病只能按政策從裡面報銷費用。你報銷的時候花的是別人的錢，別人報銷的时候花的又是其他人的錢。統籌賬戶它的設計思路是匯集所有人的資源，幫助當下最需要幫助的人。統籌賬戶它是社會保險的慣例操作，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台灣的健保也是採取統籌賬戶的管理模式，但是在一個不受監督的體制當中，它的缺點就被放大了，那就是不透明。參保人都不知道統籌賬戶資金的使用狀況也沒有渠道了解。在中國，醫保統籌賬戶是由國家醫保局來管理的，平民百姓也無權質詢，所以嘛，你懂的。所以在中国，人們普遍喜歡有醫保個人賬戶，裡面的錢是多是少還是其次的，關鍵是自己能夠看得到能夠支配，一鳥在手勝過2鳥在林嘛。但是城鄉居民醫保的參保人只有統籌賬戶，沒有個人賬戶，這又是一個不平等。城鄉居民醫保的繳費採取定額繳費制度，比如在上海地區，19至59歲居民醫保的參保人一年總共繳納2900元，其中個人繳納720元，其餘則是由財政補貼。那他們受保障的項目和理賠金額都比較低。城鄉居民醫保的參保人本來經濟狀況普遍就比較差，疫情後的這2年，中国經濟又衰退，所以受到衝擊最大的也是使用城鄉居民醫保的這部分低收入者。近年來，由於地方政府缺少計劃，也缺少足夠的現金用來補貼公共醫療，所以不斷上升的醫療成本就被轉嫁給了繳納保費的民眾，也就是大家普遍抱怨的保費上漲的問題。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2018年以來，城鄉居民醫保的最低保費上漲了1倍多，而同一期間，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才上漲了24%。城鄉居民醫保的參保人在大城市醫院費用自付的比例也是居高不下，甚至高達5至7成。那你說這些人就在自己所在的縣城醫院看病不行嗎？還真的不行，因為中国城鄉醫療資源的差距巨大，患上了重病的人往往是湧向大城市的3甲醫院，希望得到更好的治療。說完了就醫費用，接下來還得說说藥費，這是醫療成本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根据中國国家藥監局的統計，醫院所使用的藥品大約有20萬種，甲類藥品是1800種，乙類藥品是800多種，丙類藥品是18萬多種。对醫保而言，甲類藥品是100%的報銷，但是它只在20萬種藥品當中占了1800種。乙類藥品呢，通常是報銷50%至70%的比例，而對於丙類藥品那18萬多種，則是1分錢不報。看到這些數據，我們就知道，在中國醫保的報銷範圍還是有很多限制的，再加上有起付線和封頂線的限制，那麼想在中國好好的活下去，只靠醫療保險顯然是遠遠不夠的。中國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退出醫保，小雨也是有所耳聞的。他的外婆因為摔斷了腿要打鋼釘，在有醫保的情況下，還是花了10多萬元人民幣。他的阿姨在上海是自雇人士，由於不滿現行的醫保制度，也選擇了退保。
其實有一說一，像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它的醫保的保障力度比起中國的2、3線城市來講啊，還是要好很多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幫小雨看看被小粉紅們吐槽到不堪的台灣健保制度啊，其實台灣也是有小粉紅的啊，就看這個健保制度到底怎麼樣吧。果然是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呀。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台灣所實行的是全民健保制度，關鍵詞是全民2個字。那可能很多人腦子當中蹦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台灣是免費醫療嗎？其實台灣的全民健保和加拿大的免費醫療還不太一樣。加拿大人的就醫開支，除了眼科、牙科、理療、保健一些項目之外，是由政府來支付的，財務來源主要是省一級的稅收。而在台灣呢，也是需要人們強制性的繳納醫保保費，資金池也是由政府來管理的，但是它的覆蓋面是全社會的，是公平的，品質是有保障的。根據全球資料庫網站 Numbeo 公布的最新2024醫療照顧指數，台灣是以86分的高分再次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請注意，不僅是第一，而且是連續6年哦。這會不會對玻璃心的傷害太強了？好吧，其實台灣的健保計劃也不是100%的把人們的醫療需求全都包乾，在有些情況下也需要自掏腰包。那下面就會談到，雖然經過了2年多新冠疫情的衝擊，台灣仍然穩居醫療照顧指數的榜首。另外，在醫療支出指數方面，台灣也以158.1的高分遙遙領先。台灣的全民健保開始於1995年，到現在還不滿30年。它是這麼運作的：台灣人繳納保費給健保署，生病的時候只要付少少的錢掛號看醫生，醫療機構提供服務以後呢，再向健保署申報費用去報銷，從而就形成了患者加醫療機構加政府的穩定3角關係。現在台灣大約99.9%的人都被納入了健保體系，甚至包括了外國來台灣結婚、移民而定居的人士，還有在台灣長期居留的外籍人士，還包括有僑生啊。所謂僑生，就是在海外出生的台灣人，持有當地的永久居留證件或長期居留證件，又回台灣來讀書的這些學生。在台灣衛生部的官網，小雨發現了這樣一張圖，真的是驚到了他啊！原來在台灣住院也是有封頂費的喲。再定睛一看，才鬆了一口氣，原來並不是醫保的報銷有封頂，而是患者自付的那部分有封頂。也就是說，你自己花錢治病超過了一定數額，後面不管再花多少錢，都不需要你個人掏腰包了。我們看這張圖，最新年份是民國113年，也就是2024年全年住院費用自付上限是84000台幣，換算成人民幣才19000多元。每次住院自付上限是5萬台幣，約合人民幣11000多元。如果1年下來，病人總計自付了超過上限，那健保署審核之後會把超過的部分全數退還給病人。這意味着，不管你得了什麼病，住了幾次院，在台灣1年自付不超過大約2萬塊錢人民幣哦。事實上，只要被診斷罹患了癌症這樣的大病，大多數台灣醫院都會協助患者辦理重大傷病證明。這個證明會被直接加注到你的健保卡資料庫裡面，這樣相關的就診和治療項目，哪怕是自付的那一部分，也會全部免除。也就是說，自己1分錢都不用花了。哇！小雨所觀察到的所有關於上海醫保和台灣健保的事實，讓小雨終於決定在台灣接受乳腺癌的治療。Winner！那麼現在問題就來嘍，我們回到今天影片一開頭提出的問題，那為什麼上海就不能夠複製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呢？難道真像小雨所以為的，是因為上海人口太多，錢太少造成的嗎？說起來，台灣和上海確實有很多可比性，這也是我們把兩地放在一起來討論的原因。比如台灣的常住人口是2300萬，上海是2400萬。2023年上海的全年 GDP 是4.72萬億元，台灣2023年的 GDP 是22.5萬億新台幣，大概是5.7萬億元人民幣，比起上海的47000多億只多了一點。
再來看政府稅收，2023年上半年，台灣政府的收入是20936億元新台幣，折合成人民幣呢，就是4800多億元。而2023年上半年，上海市政府的財政收入是10623億元人民幣，主要是由稅收和賣地收入組成的。所以上海市政府的財政收入是台灣那4800多億元人民幣的2倍還要多。所以大家看到了，上海市政府比台灣政府要有錢得多哦。如果在民眾所繳納的醫保保費之外需要政府財政補貼的話，顯然上海市政府是更有底氣的。上海要實現台灣模式的全民健保，甚至實現一定程度的免費醫療，並不是荷包的問題。但是比較上海和台灣的時候，還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台灣它是事實獨立的主權体，得自己負擔國防，得自己出軍費。2023年台湾的軍費開支占到了 GDP 總額的 2.5%， 從原來的 2% 上升了 0.5個百分點，大約相當於一年1330多億元人民幣。軍費上海是不用自己負擔的，但是上海也有一個問題是台灣沒有的，就是如果它本級財政有盈餘，會被中央財政抽走，去填補財政有赤字的別的省份，這叫做轉移支付。至於這部分數額每年有多少呢？沒有公開的數字。其實即使回到開始全民健保的1995年，當時台灣也說不上是財大氣粗啊。1995年，台灣的總人口是2135萬，那一年的 GDP 總量是2624億美元，人均 GDP 呢只有13000美元左右。而2020年上海的人均 GDP 已經達到了22000多美元。所以，如果以1995年的台灣財力都可以搞得起來全民健保，2020年代的上海就更加不能夠以缺錢為理由推脫了。當然，我們也不能只說好的一面。台灣的全民健保聽起來雖然很美好，但是它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那它到底是怎麼來的呢？早期的台灣流行這樣一句諺語：想要致富，第一就是去賣兵，第二就是當醫生。在1960年代沒有健保的年代，小孩生病了進診所看病掛個號就要40元台幣，醫生看過以後開出藥單就要400元台幣，去抓藥還得另外掏錢。可是要知道，那是在基本工資只有每個月600元台幣的年代啊！那個年代的台灣人要得了大病的話，分分鐘都是要賣房賣地來籌錢的。那個時候雖然台灣也有各種名目的保險，但是一共只有 59% 的台灣人有保險。1980年代，台灣基本解決了民眾的溫飽問題，就開始意識到台灣人的健康也是台灣的基本人權。1986年5月份，中華民國行政院首次推出了全民健保的規劃。在這個健保推行的過程中，也不是那麼順利的，其實也有很多人反對啊。你說本來是好事，為啥還有人反對呢？因為畢竟需要強制人們去繳納保費嘛。有的人就擔心這個全民健保會加重個人和家庭的經濟負擔，還有些人對全民健保的制度設計不夠滿意，這都造成了一部分人的不理解和反對，甚至有舉行罷工抗議的。但是經過9年的準備和努力，全民健保終於在1995年上路，正式實施了。好，接着提問，以目前上海的人口和財力來講，實施台灣這種模式的全民健保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那為什麼上海它就不做呢？這顯然是一個和政治制度有關的問題，是和誰是國家的主人這個問題高度相關的。其實在今天影片的前半部分我們已經提到過了，台灣的健保並不是根據個人繳納保費的多少來區分生病以後報銷等級的。可相比之下呢，上海的醫保制度則是繳費越多，生病以後享有的報銷等級就越高。這背後的思想是在台灣是把病人就醫作為一種平等權利來看待的，就如同投票的時候是不區分階層和收入的，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一票一樣。這是在民主社會當中才會有的一種實踐，目的是要讓人们感受到，除了在投票時刻，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只要是需要使用公共資源的，那麼大家同樣也是平等的。但是就醫和投票畢竟還是有所不同，在投票的時候，再有錢的人你也不可能得到多於1張的選票啊，在你名下的選票再怎麼也只有1張。可是就醫的時候，如果患者非得需要額外的醫療服務，你多掏錢是可以辦到的。
相比之下，上海的醫保制度呢，就只能覆蓋一些較小的病，碰上大病的話，病人家庭很可能就要破產了。因病致貧的故事在中國层出不窮。其實小雨在上海的時候就曾經看到過，有交不起錢的病人跪在醫院门口跪求醫生治療他的孩子。當時他的想法是一定要多賺錢才能夠擺脫這樣的悲慘命運。可是沒想到他在台灣治療癌症的時候，醫院是根本不需要先交錢才看病的。很多人不清楚的是，中國的醫保，包括在上海這種號稱治理能力天花板的城市，對於公務員也是有特殊津貼的。而且離休人員老紅軍可以享受更加優厚的醫療待遇。前一陣子有一條非常耸動的消息，題目叫做為這台活着的印鈔機被迫住進 ICU 4年。你沒聽錯，不是4個星期，也不是4個月，而是4年。故事說的是一個已经成為了植物人的老幹部，他的子女不顧及父親的願望，一直把他養在醫院的 ICU 裡面。不僅因為醫療全部免費，而且老幹部只要有一口氣在，他的家庭每個月就可以領2萬多元人民幣的退休金，所以叫做活着的印鈔機嘛。這是中國等級嚴明的醫療制度所衍生出來的故事。哪怕老幹部住 ICU 的一部分費用需要自理，他的子女都不会這麼幹的。一方面是老幹部自己想離開 ICU 早早去超生而不可得，另外一方面是有更多的人交不起住院費，只能等死。那這是什麼呢？這明顯就是另外一個版本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嘛。正因為越是弱勢的人抗風險能力越差，他們才越需要社会保險制度的保護，這也是社保制度所設立的初衷。而在中國的醫保呢，对弱勢群體並不友好，這才導致2022年有2500多萬人退保。如果把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搬到了上海，那顯然特權階層就不能夠再享受這些人上人的紅利了，而他們本身是掌握了政策制定權的人，那顯然這就不是能力足不足的問題，而是想不想做和要不要做的問題了。小雨很慶幸他做出了正確的決定，他在台灣的乳腺癌治療過程非常順利，現在已經脫離了藥物治療期，進入康復階段了。那麼好，今天的話題咱們就分享到這兒，謝謝大家，咱們下回接着再聊。